我死那日，哭得最伤心的是府里的一群侍妾。在我穿进这个朝代的第20年，我终于可以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其实，无论是作为这个朝代的庶女，还是一个穿越者，我都算是挺成功的了。夫君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当朝首辅，夫妻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。一品诰命夫人，自己又有自己的轻视商行，宴会上谁看见不得恭恭敬敬地道声好。生下争气的一儿一女，儿子是当朝最年轻的状元郎，女儿十里红妆，风风光光地嫁入侯府。宋濂什么都给我了，他只是像这个朝代所有的男人那样纳了妾而已。所有人都说他一个当朝首辅，不过只是纳了几个妾室而已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很多人都曾问我，为什么你什么都有了，却还是不开心？我也很多次问自己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我也曾一遍一遍地读女德女戒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，这是古代，这很正常。可是每次与宋濂欢好过，我依旧会吐得一塌糊涂。是的，我恶心，恶心他用亲过旁人的唇吻我，恶心他对我说过的情话，或许也曾与另一个人说过。这种恶心就像是枯骨的蛆虫，啃食着我的骨骼，一点一点，无时无刻，却又不会要了我的命。这种淡淡的恶心几乎萦绕我的一辈子。可是面上我依旧要装作一副大度温婉的样子，陪着宋濂演了这20年的戏。而这场戏我演得太久，也演得太累，如今终于可以落幕了。我有些百无聊赖地想着自己啥时候会死，想着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阿念、阿昭站在一旁泣不成声，一声声唤着我阿娘。我曾答应他们会亲眼看看自己的小孙儿，终究是食言了。我只是太累了，累到为他们谋划好前程后，便再无一分求生的意志。阿念握着我的手，跪在地上，哭求道：阿娘，你再等等，父亲马上就回来了。装了一辈子，所有人都信了我爱宋濂。真晦气，我转过头，懒得再看他们，心里想着自己怎么还不死。没错，连最后一面我都不愿意再见到宋濂。只是我越想死，却不知为何越死不掉，反倒因为回光返照，整个人神采奕奕的。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有人在喊：相爷回来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躲不掉的终究躲不掉。门开了，那人披着一身的霜雪向我走来。20年过去了，宋濂也老了，当年那个金陵城的少年郎双鬓也有了星星点点的白。他身上的威势没收，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。夫人怎么样？大夫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，结结巴巴地答道：夫人存了死志，脉象已经是油尽灯枯之象。宋濂沉着脸，咬着牙，一连叹了几声好字。他转身将桌上的茶水掀了一地，沉声道：都出去。众人都退了下去，房间只剩下我和他。他握着我的手：青青，你怨我吗？我已经有点说不出话了，只是有些艰难地答道：不怨。宋濂笑得有些凄凉：就连最后你都在哄我。真是的，骗着骗着都成习惯了。我都要死了，结果竟然还不敢说真话。可是怎么不怨，在我怀着念儿7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在外面养了妾室。他多体贴，为了不让我伤心，连女人都只是养在外面。女人是曾经非他不嫁，甚至在我与宋濂成婚后，主动入了尼姑庵的沈瑶。一个非君不嫁，一个怜惜其情，好一对佳偶。我挺着大肚子走进了那个小院，将我能砸的都砸了。然后我拔出宋濂手上的剑，指着他，没有哭，只是这样静静地望着他。拿剑指着自己的夫君，放在这个朝代是要下狱的大罪。沈瑶站在一旁，完全被吓傻了。宋濂试图让我冷静下来，他解释道：我喝醉了，沈瑶是无辜的，我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多可笑的理由，我忽然觉得有些可笑，也真的笑了起来。宋濂静静地望我，往里走了一步，刀缓缓往里刺进1寸。他神情痛苦地望着我，唤我青梅。下腹突然一阵剧痛袭来，羊水破了。生阿念的时候，我难产了1天1夜。宋濂也陪了我1天1夜，握着我的手，任凭他的手被我咬得鲜血淋漓。在我身体刚能动的时候，我就将宋濂赶出了院子。
那是我一生中最丑陋的时候，歇斯底里，心灰意冷。我们吵了无数的架，激烈的时候什么商人说什么。偶尔我总会想起那个眼睛亮晶晶的少年，他举着手，一字一句向我保证：我答应你，这一辈子只有你一个。我就此钻了牛角尖，怎么也出不来。刚开始，宋濂每天都来，从各地收集了好玩的玩意儿来哄我，结果都被我无一例外地丢了出去。他也曾想着与我亲近，我总是冷冷地避开，不望他一眼，只是自顾自地看着手上的书。有一次，他喝醉了酒，不管不顾地将我扔到床上，结果那一次，我拿香炉砸得他满头是血。那次以后，宋濂便没有来过了，潇湘院一片寂静。听说他将沈瑶接进了府里，两人每天红袖添香，好不快活。后来，宋濂又以言行无状收回了我的掌家权，我也乐得轻松。我只是待在我的潇湘院，守着我的一双儿女活着，就这样守一辈子。直到那天阿昭发了高烧，宋濂不在府里，丫鬟找遍了整个府里，却找不到一个大夫。想出去找大夫，却又找不到马车。阿昭烧得奄奄一息，迷迷糊糊地唤我：阿娘，阿娘，昭儿疼。走投无路下，我跪在沈瑶的屋外，切切地恳求她救救阿昭。沈瑶却从始至终从未出来。我跪在瓢泼的大雨中，忽然想到那年四姨娘死前曾经反反复复地嘱托我，女子的荣宠只能依靠在自己的夫君身上。四姨娘是我在这个世界的母亲，可是我只能叫她四姨娘，不能叫她母亲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，只是迷迷糊糊地应了，心里还有几分不服气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一个接受了20几年女人要独立教育的新时代女性，怎么可以去依靠一个男人？直到我抱着阿昭在雨中走投无路时，我终于明白他的这句话。这个时代，女子只能依附男子。因为宋濂疏远了我，所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住。所幸阿昭福大命大，熬过了这一劫。那天以后，我想通了，或许也没想通，只是认命了而已。我写了一首诗，诗中述尽哀怨委婉之情，托人送给了宋濂。那天晚上，宋濂时隔大半年重新走入了我的潇湘院。我穿着他最喜欢的那条绿色襦裙，在廊上等着他的到来。抬眼望着他，什么都不用说，只是一个劲的掉眼泪就够了。和我预想的几乎没有差别。宋濂将我搂在怀里，他轻声细语地安慰道：我会永永远远对你好的。他这样保证道。朝堂上呼风唤雨的太傅，那晚甚至有些许梦浪。他一寸寸吻遍我身体的每一处，像是在对待什么稀世的珍宝。他让我唤他名字，就像是过去一样。于是我一遍遍地唤，他一遍遍地应。我笑意阑珊，温柔似水，却在离开时扶着院内的梧桐，吐得一塌糊涂。因为害怕自己会再怀孕，我索性用一碗藏红花绝了这个可能性。那天以后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曾经蜜里调油的日子。沈瑶受了家法，被扔到了尼姑庵中，她是真的要与青灯古佛长伴一生了。后来我就给宋濂纳了妾，妾室是我细细挑过的，温柔多情，善解人意又多才多艺，诗词歌赋，人生理想，她都可以陪她聊。可是那天宋濂却发了很大的一场火，盯着我的眼神冷得像块冰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夫人。他语气满含讥诮，我只是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，说我善妒的是他，如今不开心的也是他。男人心，海底针。我以为是我挑的这个侍妾不好，于是又替他挑了几个，环肥燕瘦，活泼的，宁静的，妖冶的，各个款都有。那天宋濂望着我的眼神很奇怪，不过他最终什么都没说，当晚就歇在了新的妾室那里。后来府里的人丁一天天兴旺起来，我也有了很多庶子庶女，他们都叫我母亲，每日都向我请安，我也笑着应好。可是府里的庶子庶女每天向我请安时，我都忍不住想，这些是我的丈夫同旁的女人亲密的证据。无论来这个朝代多少年，我依旧无法适应。人人都道我是个慈善的长家娘子，府里无论庶子庶女，我都从不苛刻，尽心尽力替他们谋了一份好前程。只有我知道，我每次望着他们时，心中泛起的憎恶。我憎恶宋濂，所以我也憎恶他们。如今我终于要死了。
我从来没有见过宋濂哭过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红了眼眶。他退下自己手上的佛珠，不顾我的反对，自顾自地给我戴上。我特意去青城山求的，禁食3天，好不容易才求得的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你我本该生生世世都做夫妻的。我生命中最后一点的力量，是努力将这串佛珠挣脱开来。看着他，我有些艰难地说了这20年来难得的一句真话：宋濂，你与我生生世世永不再见。佛珠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错落声。我厌恶地看向眼前的男人，有些艰难地说道：平白脏了我轮回的路。然后我就一命呜呼了，死前耳边环绕的是宋濂的悲鸣。这一辈子，我是阿昭、阿念的母亲，是宋濂的夫人，是宋府的当家娘子，唯独不是我自己。人间太苦，下辈子我不想再来了。话刚放出去，结果下一秒看见20岁的宋濂站在我面前，目光沉沉地望向我。青梅，你想要的太多了。我怔怔地望着少年宋濂，他垂眼望我，满眼不解。不过只是奴仆而已，就算我以后有了妾室，也绝不会威胁你的地位。只有地位最低下的庶民，才会只有一个女人。我皱着眉头，并没有说话。少年生气地拂袖而去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现在应该是明成3年。宋濂为了娶我为正妻，在祠堂跪了整整3天，好不容易老侯爷才松了口。他兴致勃勃地来找我，结果我却还想要他只有我一个人。一个庶女能嫁给小侯爷为正妻，是旁人想到想不来的荣宠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在这个朝代太可笑了，也太荒谬了。宋濂不理解，所以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，彼此也都生了退却之心。若不是后来我为他挡了一剑，我和他可能也就此分道扬镳了。重来一次，我也不想报复宋濂，只想离他远点。毕竟他是一个好首辅、好父亲、好夫君，只是唯独不是我爱的那个人。所以我找了沈瑶，将宋濂会遇刺的消息传给了他。这一事，挡刀的人就让他去做吧。我恨沈瑶，却又有点可怜他。他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反抗者，为了宋濂不惜以命相搏，终身不嫁。而宋濂送他去尼姑庵中时，没有一丝犹豫。佛说千年修得共枕眠，曾经那样浓情蜜意的人，可是宋濂说舍就舍了。前世，我后来去尼姑庵看过沈瑶一次，曾经名动京城的才女，在30出头的年龄，却双鬓斑白。尼姑庵里有的是搓磨人的法子，况且是这种犯了错到这儿的人。那时沈瑶已经有点疯了，却还认得我，她跪在地上抓着我的手，泪如雨下。我这辈子错得厉害，将自己困住了。那晚是我鬼迷心窍，如今是我咎由自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想的。后来听说我走后没多久，他就跳了井，没有救过来。沈瑶的死讯传来的那天，我认真观察过宋濂的神情，他皱了皱眉头。沈瑶花了一辈子爱的人，最后只是皱了皱眉头，再没有提过他一次。上一世，他已经为他的错误买了单。一码归一码，重来一次，我决定成全他。少女沈瑶看着我，满脸不爽，充满敌意地问我：你来干什么？我懒得多说，只是淡淡地道：下月的赏菊会上，有人要刺杀宋濂，你替他挡一刀，以救命之恩为由，你会得偿所愿的。沈瑶看着我，眼睛缓缓地瞪大。我看着好笑，想想也不过是15、16岁的小孩，于是又补了一句：小心护好自己，别傻乎乎的被人弄死了。我本来是不想去赏菊宴的，上一辈子宴会上死了不少人，上面的人斗法，伤的全是底层人的性命。但长公主殿下特意提了我的名字，我便不得不去。宴会上，我兢兢业业地蜷缩在角落里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准备及时逃离。宋濂的位置在长公主旁边，她喜穿红衣，懒懒地倚在位置上，便惹得无数少女暗送秋波。按照常规，她会有一个温婉大气的嫡妻，在那几个红袖添香的小妾。我与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只是我被迷了心窍，这才拼尽了一切，冒险一搏，求一场圆满。恍惚间，四周已经乱了起来，无数刺客从四面八方来，大家开始四散逃开，而我是跑得最快的那个，
今日我特地穿得轻巧，这时候就看出丽出来了。逃跑的路上，我碰到了沈瑶，四目相对，又适时离开。她是那样坚定无畏，就好像曾经的自己。趋利避害本就是人的天性，但前世实在是太喜欢宋濂了。于是我逆着人流往最危险的地方去，身体比脑子先反应过来。那刀刺的险，再偏半分，我怕已经死得透透的了。我高烧了好几天，大夫都换了好几波，索性熬了过来。只是那个伤口，每到阴雨天时，依旧疼得厉害。情动之时，宋濂总喜欢吻在那道伤疤上，然后唤我亲亲。那时我以为为自己谋了个好前程，却原来不过是孽债一场。自此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替自己谋划起了这一辈子的人生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日子总该好好的过。就像我外婆常说，好好过是过，不好好过也是过。上一世刚穿到这个世界时，我野心满满，想要改变这个朝代。后来才发现，只是让朝代不改变，我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被关了几天，差点被弄死后，我学乖了，成为一个普通的京中贵女。但总有些底线是不能接受的，比如绝不和别的女人共享一个夫君。找个好拿捏的夫君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我都有把握让他一辈子不纳妾。再凭借前世经商的经验，平安富贵一辈子总不成问题。原身的主母是个厚道人，替我相看了几户人家，让我自己选。古代女子的第一道鬼门关，所选非人，搓磨一生；所选良人，平安顺遂。我相中了京中一户姜姓商户人家，家境殷实，只是没有官身。姜家少爷因为为父守丧，耽误了3年，这样算来，今年已经籍贯，至少成年了。况且我嫁过去算是下嫁，提个不纳妾的要求，应该不难。只是人我还得见过一次，打听到姜家少爷姜承安每天出门会走的一条路。我收买了街边的乞丐，人一来便挡在了面前。行行好，我家孩子生了病，求你行行好。很拙劣的演技，只要仔细一看，就会看到怀中抱着的孩子面色红润。我躲在马车上观望，姜承安微微皱着眉头，蹲下去解下自己的披风，替孩子披上，又东摸西摸，连着钱包都给了乞丐。我就这些了，替孩子好好瞧瞧。语气中还有愧疚之意，身旁丫鬟笑了笑。姑爷是个良善之辈，小姐可以放心了。他又促狭地望了望，姑爷生的也好看。第二关拜托的是怡红院的姐姐，她见到人就娇笑着迎上前去，将人围住。少年被女子围在中间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不知所措地愣在中间。我还在守孝，姐姐万万不能。确实是不熟悉风月场合的人，我放下了车帘，淡淡吩咐道：买了母亲要用的东西，便回去吧。干干净净的少年，脑子不太好，但胜在心性善良。家中就他一个儿子，婆母行事利落，名声很好，也不拘着女人在外行事。若是我嫁过去了，可以继续经商。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，一切都是加紧办的。趁如今宋濂还在外地，京中如今盛传沈瑶以命相护，是个痴情的人，他却不知为何这时南下巡视去了。等他回来时，木已成舟，他对我的一丝执念也该散了。不过是少男少女之间萌生的几丝情愫，若不是我以命相护，早该了结。朱雀街上无人知晓处，一顶喜轿敲锣打鼓地入了姜家。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等着姜承安的到来。第二次结婚，心态大不相同。前世我是那般羞涩憧憬地等待着宋濂的到来，如今烈火焚过，只剩下一地灰烬。婚姻只是婚姻，而非爱，只有不爱才会不渡。大红盖头揭开，我抬头望他一眼，又很羞涩地低下了头，少年的耳朵红得滴血。我知道我是生得极好的，要不然宋濂也不会在第一次见我时便对我留了心，这才有了后续的故事。烛光灭，帷幕落，又是一夜。少年10岁之位，第二日起床时迟了半刻，我匆忙起身，有些懊恼。姜承安笑着安慰我，母亲不是那般居里的人，梅娘不必担心。姜家主母确实是个宽厚的人，不仅不曾与我计较，反倒安慰我。姜家子嗣单薄，姜承安曾经有个妹妹夭折了，婆母将我当女儿看，凡事都不与我藏私，
江承安太过良善，并不适合经商，婆母有心培养我。他出门都带着我，凭借着前世经商的经验，我逐渐在江家站稳脚跟。晃眼间1个月过去了，打开院门，阳光照进来，一切都在欣欣向上。像我外婆说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漂漂亮亮的活下去。而一切在宋濂回来后戛然而止。首先是江家的几家店铺被人诬陷，纷纷关门，再然后是金无畏不知缘故抓走了江承安。婆母找了很多关系，都没人敢接，只有知情人悄悄透露：你们是不是得罪什么大人物了？商不与官斗，不过是一个商户，任何人都可以将你碾死。我的心忽然停了一拍，算了算，宋濂也该回来了。只是我想不明白，没有救命之恩，他为何依旧对我耿耿于怀？想了许久，我只能认为是因为我损害了他的尊严。毕竟像他这样处在象牙塔尖上的人，无数小娘子为他茶饭不思，而我短短几个月就嫁了人，断得如此利落。江家对我很好，不应该因为我的缘故受此灾。离开江家的那天，婆母的房间还亮着灯。我推门进去，婆母抬头望我，转过了头：梅娘，民不与官斗。我低头垂眸，应道：我知道的，媳妇走了，用家里的马车吧。多谢婆母。屋子安静下来，只听到悠长的叹息。我转身离开，我与江家的缘分到此为止。门吱呀一下关上了，马车往前行驶，江家小院的光逐渐消失。许久，马车停在了一扇厚重的红木门前。侯府。我轻轻叩了门，里面有声音传来：来人姓名，江家少夫人。于是门缓缓开了，有丫鬟提着灯在前面引路：姑娘请往这里走。直到一扇竹门前，婢女行了礼，退了下去。书房重地，旁人不得入内，姑娘自便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宋濂懒散地倚靠在榻上，一身玄色的赤金袍，初显威严。我低眉搭目，不语，只是听着脚步声一点点朝我逼近。直到视线前出现一双皂靴，我感到有视线自上而下的缓慢地审视着我。许久，一双手扼住我的脖颈，将我压在柱上。他强迫我望着他的眼睛，一双充满戾气的眼睛。青青，你怎么敢？怎么敢的？我直对着他的眸子，语气和缓，试图安抚他的情绪。小侯爷，民女不过只是一介庶女，又好妒，担不起小侯爷夫人的名号。而人一旦妒，就会失态，成为无比丑陋的妇人。与其等到日后相看两生厌，不如分开是好。江家不知你我的事，放了江承安，好吗？不知是哪句话惹了他的怒气，扼住我脖肩的手蓦地收紧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可是他终究是松开了。我弯着腰大口喘气，宋濂语气寒凉：你我数月不见，青青就要为别的男人在我面前求情吗？我静静地望着他，他也这样静静地望着我。许久后，我笑了，解开外衫，素色衣袍悄然落地，语气中多了几分媚。不过是残花败柳之身罢了，小侯爷要是感兴趣，切不会拒绝。宋濂的神色逐渐变得幽深起来，他冰冷的手落在我赤裸的肩颈上。我有些自嘲地笑了：男人啊。宋濂在这时看到肌肤上的痕迹，红得扎眼，一小块一小块映衬在如雪的皮肤上，不难想象，那是多少个浓情蜜意的夜晚。像是一把火在胸中烧，烧得五脏六腑都疼，无法宣泄。他眼中的戾气一点点加深，升起一种想要将一切都毁灭的欲望。直到宋濂听到几丝嘤咛声，痛，他这才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手上用了力，于是新的红痕覆盖在旧痕迹之上。他生了妒意，原来这就是妒啊，6出之一的妒。从前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竟想着独占他，那是多么可怕的想法，所以他狠狠训斥了我，差点一拍两散。而今降临到他自己身上，却发现妒竟是这样难熬。我只觉得眼前男人的神情格外落寞，许久听见他阴哑的声音：青青，你是我的，剩下的都不重要。他转身离去的背影佝偻了许多，我听见他说：江承安我会放的，青青不要担心，只要好好准备当你的新娘就好。此后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
我都没有见到宋濂。府中的人将我看得很紧，似乎是怕我逃离。再次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替我安排好新的身份，将军家的庶女。我坐在铜镜面前，宋濂站在我的身后，轻轻替我拭去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。青青，你只要知道你是我的就行。20岁的宋濂，眉眼间还有几分青涩，只是已经依稀可见前世的威严。我曾经试着逃跑，放弃我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孩子，只是为了逃离他。可是我失败了，并且得到很残酷的后果，几条无辜的生命因我而死。宋濂用赤裸裸的威权告诉我，离了他，我什么都不是。看起来我拥有倾世商行，拥有这时代女子最大的自主，可是只有我知道，一切都是被赐予的。当他想要收回时，我没有拒绝的能力。自此，我的一生被困在深宅大院，恶心如影随形。如今一切又要再一次重来吗？婚礼那天，10里红妆，浩浩荡荡走过朱雀街，宋濂给足了我体面。两世为人，这是我的第3场婚礼。我唯一算错的是，没想到宋濂竟对我执念至此。红盖头下，红影晃动，许久，有人掀起了盖头。一身红衣的宋濂，眉目低敛，望着我笑。他的眼神中有很多东西，可是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望着我笑。青青，你我本该生生世世做夫妻的。喝交杯酒时，我在酒中下了药，春楼里让姑娘们难以怀孕的药。我甚至没有把握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又为何要把孩子带到这人世？我笑得媚而娇，在宋濂耳边吐气如兰。知道酒里我加了什么吗？宋濂大惊，急忙封住我的穴位，我却无所谓的笑。我不会自戕的，只是我们不会有孩子了。宋濂的确被我激怒了，甚至两世为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失态的样子。他将桌上所有的一切都扫落在地，来回徘徊，像一个被困住的兽。原来他也这样痛苦吗？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能放我离开？我的嘴角勾起一个嘲讽的笑，就这样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许久，一切归于寂静。宋濂的语气艰涩，恍惚间，我似乎望见他眼角的泪水。他哭了吗？他将我揽在怀里，像是在说服我，又好像在说服自己。从此以后，就我们2个好好过，日后再从亲族里抱养一孩子，接替侯府的位置。所以他对我的执念竟如此吗？甚至不惜再无后代。他替我安排了未来的一切，却独独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他吻上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躲。毕竟任何人在爱中，智商都是最低的，就像前世的我，傻傻的以为自己活在爱里。复盘起来，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大婚后，我和宋濂好似过上了从前的日子。用什么词来形容呢？或许是举案齐眉，比翼双飞，又或者是浓情蜜意，红袖添香。很难想象，朝堂上一张利嘴战群雄的小侯爷，有这般温顺的时候。他几乎不拒绝我的任何请求，有时婢女会打趣道：大人这般爱夫人，只怕夫人要天上的星星，大人都会替您摘下来。宋濂母亲送来几个美人，他也通通都打发了。沈瑶也嫁人了，对象是京中新贵，宋濂将她收为义妹，赔了丰厚的陪嫁。嫁人前，他来拜访过我一次，眼神中都是艳羡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对我说的吗？我静静抬眼望他，不置一词。他说这辈子他只要你一人，旁人再入不了他的眼。他眼角带泪，他可以把这条命给我，但他也给不了我要的爱。所有人都告诉我，宋濂爱我，毕竟为了我，他可以连命都不要啊。多可笑！直到现在，我忽然意识到他爱我，他爱我，可他依旧背叛我，这就是宋濂的爱。在宋濂撤去我身旁随侍的人时，我想或许是时间了。两世为人，我唯一的优势在于我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。宋濂终究会成长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宋丞相，而唯一能够压他的只有皇权。我知道未来继承皇位的是3皇子，而宋濂原本主义的是7皇子，而这变成了他们日后一根去不掉的刺。明君贤臣的背后是数年的彼此牵制。明成3年，帝出宫游玩遇险，宋濂救驾有功，封赏无数。那天，我在香炉中加了安眠的成分，趁着宋濂还在睡时，悄悄去了郊外的寺庙。
三皇子登基早，少年天子，性子中还有些玩心，悄悄出宫巡查，差点掉进山崖。凭借前世的记忆，我寻了好久，终于寻到了他。一切都像计划中的那样进行。醒来后，他问我要什么封赏，我行了一个礼，恭敬答道：民女愿留在陛下身边。他愣了愣，笑得有点幸灾乐祸。你说这话，宋濂知道吗？我也笑。殿下需要一把刀挟制宋濂，而我便是那把刀。他的神色严肃起来。理由？因为他爱我。我给陛下看了一场戏，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时间。在利刃破空而来时，宋濂毫不犹豫地挡在了我的面前。刀刺进身体里，血液一点点流出，染红了月白色的长衫。我替他挡一刀，他还我一刀，我们俩也算两清。宋濂养伤的时候，封赏的旨意下来了。因为我的身份本就是假的，于是换回我原来的身份，反倒让这件事行得更为方便。皇帝允我尊位，却不拘我在宫中，毕竟相比一个女人，一个能够保证她粮草充足的商人于她更有利。我离开京城的那天，被半幽禁的宋濂拼了命地赶了过来。他是那样不解，不断地问我：青青，书上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至少这一世我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你我不可以重新来过？他的神色是那样绝望，好似我的话对他便是生杀予夺。像我估计的那样，他也重生了。我低垂眼帘，细细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一切都是我曾经最喜欢的模样，为什么走到望之生厌的地步呢？宋濂，我曾经真的很相信你。违背诺言最令人痛苦的地方，不在于诺言本身，而是我无法再相信你了。可我曾经是如此相信他啊。我放下了帘子，淡淡吩咐道：走吧。重新来过这4个字太过容易，好似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泪水都就此不再存在。那些睁眼到天明的夜晚，那些流不尽的泪水，那些恨，那些痛苦，如果连我都原谅了，那些又算什么？如果连我都原谅了，前世的青梅恶心了一辈子又算什么？就像前世的那道伤口，就算痊愈了，依旧会痛，会日日夜夜地提醒你，你曾经痛过。一次不忠，两世不用。宋濂，他真的喝醉了吗？他质问自己。其实没有，因为真正喝醉的人是什么都干不了的。那一刻脂香帐暖，气氛正好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于是他放纵了自己。因为他有恃无恐，因为青青已经嫁给了他，替他生了孩子，他逃脱不了他。而他只是在试探青梅的底线在哪里。他笃定他会接受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所有人都是这样的，为何你不一样？只是他不曾想过他会这样伤心，甚至到了要与他恩断义绝的地步。再后来，他使了手段，让人提前给昭儿服了丹药，不至于损害性命。然后看着青梅是如何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，他就这样默然看着。他会明白的，这世道就是如此。他的青青是个聪明人，那次以后，他如愿得到了他想要的妻子，端庄贤淑，替他广纳良妾，可是他也再没见过他笑过。很多时候，他望着坐在高台上的那个女子，他都觉得这不是他的青青，可明明是他亲手把他的青青弄丢了啊。后来他又想，无论怎样，只要人还在他身边就足够了。他同他纠缠了一辈子，到死他也不会放开他的手。宋濂死在青梅不久之后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健朗的侯爷迅速衰败下去，好像心里没了一口气。太平盛世，他该做的都做了。临死前，他不住地去想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他定不会。这执念如此之深，以至于他在醒来时真的回到了过去。他以为一切都有可能改变，却忘记了雪泥红爪，凡是做过的都有痕迹。于是他咎由自取，尝尽了妒，尝尽了求而不得，尝尽了世间辛酸。一次不忠，两世不用，这才是他的青青啊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